公元330年正月，当江南东晋朝廷还在火急火燎地清除苏峻之乱的余党的时候，身处北国的后赵石勒心情却比南方轻松得多。3个月前，好大直石虎刚刚在甘肃地区彻底击溃前赵政权，杀王公大臣3000人，坑屠各贵族5000人，收氐族首领蒲洪、羌族首领姚义仲，前赵正式灭国，而后赵却已经有了统一北方的趋势。在这种喜气洋洋的背景下，后赵群臣由好大直石虎牵头，于330年的2月集体联名写贺表，劝进石勒即皇帝位。石勒则表示，虽然群臣已经决定了，就由我来当这个大皇帝，但我也实在不是谦虚，皇帝我是不敢做的，只能先答应大家晋位为大赵天王，行皇帝事，至于后面的事儿，后面再说。既然石勒已经晋位为天王级别了，那么整个政权的高层班子也应该跟着进步一下了。所谓打下江山好做官嘛，不然大家辛辛苦苦劝进，难道真的是为了帝国名分呀？因此，石勒晋位之后，开始对宗室和各级干部进行册封。由于石勒的长子早逝，因此次子石弘被册封为世子，也就是未来的太子。另一个儿子石弘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单于封秦王。由于这哥俩的名字发音一模一样，因此呢，我们接下来就以他们的王位来区分，分别是太子石弘和秦王石弘。此外，石勒的小儿子石辉被封为南阳王，养子石堪、侄子石生等人皆封王。那么我们最关心的石虎老先生呢？实际上，石虎在开国的这次最重要的明定秩序当中，确实没有什么大的进步。石虎由中山公晋为中山王，任太尉，领尚书令。当然了，如果在普通的封建朝廷，有一个宗室大臣能做到一字王、三公、中书首脑，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人臣的巅峰，也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了。可问题就在这儿，中山王、太尉、尚书令3个头衔确实是人臣的顶点，可是石虎压根儿就不想做臣子的，他的目的很直接，就是当皇帝。现在再反过头来看这次开国的封赏，无论是按照中原朝廷的规矩，由太子接任皇帝大位，还是按照草原部落的规矩，由大单于接任未来6夷杂胡首领，石虎都没有任何机会。毕竟石勒已经把太子给了亲儿子石弘，大单于也给了亲儿子石弘。至此为止，按照石虎想要在石勒去世之后登基称帝，已经没有什么可能了。但是大家在看待石虎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用中原王朝政治逻辑去看待，甚至也不要用汉化胡人的逻辑去看待，把他单纯的当成一个畜生就可以了。对石虎来说，既然未来朝廷这个位置已经被别人占了，那么我只要把这个人杀了，然后我坐上去不就行了吗？因此，对于石勒这次开国封赏，石虎是又愤怒又轻蔑。他狂妄地给自己的儿子10岁说，自从主上泰宁2年称赵王以来，天天坐在襄国首都坐享其成，是我不畏见识，身先士卒，吭哧在大赵干了20余年，南秦刘越，北逐鲜卑，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平定天下13州的是我，奠定大赵基业的还是我。那大单于之位本来就该是我的，现在主上竟然授予一个黄口小儿，每次想起这事儿，我都气得坐立难安，吃不下睡不着。你看着吧，等到主上100年之后，主上的种我会一个不留，全部杀光。那么问题来了，从一个奴隶起家，步步惊心走向皇帝大作的石勒，竟然没有对石虎感到丝毫的担忧吗？坦白来讲，聪明了一辈子的石勒，当前的这个阶段确实犯了一个左倾冒进主义错误。因为此时的他目光并没有简单的停留在北方，他的野望跟汉家历朝历代豪杰一样，当北方大致平定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扩清海内，天下一统。7个月之后，公元330年7月，石勒在群臣的劝进下，终于正式登基称帝，而原来的那个世子石弘也正式被册封为皇太子。新生的国家建立了，皇帝尊号加深了，未来接班人确立了，但石勒还是有一点闷闷不乐，原因就在于他的这个接班人。他给徐光，就是当初分析出刘耀虚弱无能，劝石勒打灭国大战的那个人，此时他已经是后赵的中书令、秘书监。石勒跟他坦白了当前的担忧，他说，大雅这孩子好文章，亲儒生，和静温润，全然不像将军的儿子。
徐光此时还是有战略眼光的，他以长线思维劝谏石勒说，汉高祖靠马上功绩夺取天下，而继任的汉文帝却是依靠沉静无为巩固天下的。圣人的后代必定要化凶暴为善念，废情杀而守和平，这是天道。石勒深以为然，内心也就稍稍放松了一些。不过做决策的人虽然是石勒，但徐光作为皇帝身边的大秘和文官的首脑，还是有必要说一些难听的话的。看到石勒刚好为太子的性格感到担忧，徐光便顺势给出了对石虎的建议。他说，皇太子仁孝温和，而中山王石虎却雄暴多诈，陛下一旦辞世，我怕国家就不是太子所能具有的了。所以我建议应该逐渐减少中山王的权势，让太子早些参与国政。这种挑拨皇族关系、事关下一代江山稳定的话一说出来，石勒心中顿时咯噔一下。按照史书记载，石勒基本上认同徐光对太子的判断，即国家刚刚建立，二代确实需要无为清静，也认可徐光对石虎的判断，所谓雄暴多诈，难以制约。但是石勒在思想上认同归认同，完了在行动上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对策。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更大的心结，或者说是愿望，在驱使着他暂时不理会眼前的问题，而是继续往前走，那就是一统天下。然而一统天下谈何容易呢？期间不知道还有多少的仗要打，还有多少猛人强人要消灭。在这个过程当中，石虎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大杀器。因此为了千秋大业，石虎的问题就这样被石勒高高拿起，又轻轻放下了。很快石勒就开始谋划这件更重要的事儿，平定东晋，然后再消灭割据在蜀地的成汉。南下被正式作为帝国的军事战略提上了议程。跟以往几次大战一样，这次对东晋朝廷发起的战争还是由后赵一方先动手。石勒9月登基称帝，还没到10月，他就开始指挥后赵的荆州监军郭靖入侵长江重镇襄阳。在这儿补充一句，这个郭靖是曾经石勒当奴隶的时候的老东家，当时郭靖对石勒很不错，石勒往往会以努力耕田来回报他。后来石勒被我晋的官员绑了，关在囚车里，准备卖到山东当口粮的时候，也是在路上遇到郭靖，才在饥寒交迫之下捡回了一条命。看到这样的故事，就不得不让人感慨，人呐，就是不知道自己不可以预料。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好了，话说回来，郭靖来势汹汹，直奔襄阳城，而实际上他也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郭靖让人到渡口洗马，周而复始，昼夜不断。东晋的襄阳守将周府看到这样的架势，以为是后赵倾尽全国之兵而来，像在洛阳城外对付刘耀一样对付自己，内心大呼完蛋了，于是直接抛弃襄阳城，逃奔武昌。果然胡人有胡人的玩法，我晋有我晋的套路，周府一枪不发，弃城而逃，还真是我晋特色。郭靖进入襄阳之后，中州的流民全部归降后赵。随后为了防止东晋再次夺回襄阳城，郭靖选择跟石勒毁邺城、刘耀毁洛阳一样，直接毁坏襄阳城，把居民迁到沔水以北，在樊城修筑城堡固守。而石勒也任命郭靖担任后赵的荆州刺史，全面组织荆州战事。由此东晋和后赵一场关于重镇襄阳的争夺战就此开始了。从330年开始，石勒就屡次指示荆州地方对襄阳、樊城发动进攻。当然，我晋的守将虽然拉胯，但是对襄阳这个地方还是有清醒认知的。郭靖将襄阳毁坏并退守樊城之后，东晋组织力量又把襄阳城夺了回来。然而东晋不肯撒手放弃，石勒也不愿意放弃。紧接着郭靖又再次把襄阳攻占，并留下卫戍部队，准备在这儿死磕。襄阳反反复复易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此时是公元332年的3、4月份，襄阳战事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而就在3个月之前，石勒在新建的邺城皇宫里刚刚完成了自己装叉的名场面。332年正月，石勒在邺城王宫接见高句丽等政权前来觐见的使者，随后举办盛大的晚宴犒赏群臣。等到喝得酒酣耳热之时，石勒便有些洋洋得意，问徐光说：“朕可以和古代哪一等君王相比？”徐光回答说：“陛下的神武谋略远超汉高祖、魏武帝，自尧舜禹3代以下，有资格能和陛下您相比的，也就只有轩辕皇帝一人而已。
石勒被拍得很开心，笑着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说的太过了。我如果遇到汉高祖，应当向他俯首称臣，与韩信、彭越同列。不过，如果遇上汉光武，那就说不定了。我得跟他逐鹿中原，到时不知鹿死谁手啊。”随后，他又埋汰了一下我晋，说：“大丈夫行事应当光明磊落，如日月皎然。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像曹操和司马懿那样欺凌他人，孤儿寡母，以狐媚取天下。”最后，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定性，说：“我应该处于高祖刘邦和光武刘秀之间。至于你说的3代以下无人能及，跟轩辕皇帝比，我可不敢当。”平心而论，石勒从奴隶出身，九死一生走向称孤道寡，似乎确实有理由有底气跟古人比一比。暂且不论他跟汉高祖、汉光武的对比是否合适，就单论他对汉朝之后的魏和晋的鄙夷排斥，我们也应该知道，他心目中的天下和功业应该是刘邦或刘秀那样，靠着一场一场的堂堂之战，步步为营打下来的。只可惜他向往的那种光明磊落、日月皎然，不属于这个时代。在他之后不久，另一位跟他一样统一北方的苻坚大帝也会跟他一样折戟沉沙于自己的光明磊落下。幸运的是，再次有重臣站出来就石虎的问题给石勒劝谏。右仆射程霞既是帝国高官，又是石勒的大舅哥，他给石勒上了一些狠话，说：“中山王石虎勇悍而有权谋武略，群人中无人能比得上。再加上性格凶暴残忍，又长期在部队担任主要领导，威震内外不说，他的几个儿子年纪都不小，而且都握有兵权。陛下在世，自然应当没有什么事儿，但恐怕在将来，他不甘心做少主的臣子。我建议，应当尽早除去他，以立国家大计。1年前，程霞刚刚建议石勒杀了投降而来的祖约，用以明定秩序。如今，程霞说出杀开国王公这样的话，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但是石勒并不同意。对石勒来说，与其担心石虎的问题，不如好好利用石虎的能力。他回复程霞说：“如今天下未定，大雅年少又没经验，必须得有强力大臣辅佐他。中山王是我的骨肉至亲，又有辅佐王命的功绩，我本打算让他如伊尹、霍光那样辅佐少子，怎么会能像你说的那样呢？”随后，石勒话锋一转，阴搓搓地问程霞另外一个问题。他说：“你建议我杀掉石虎，怕不是有他在，你不能专任帝舅的权利吧？放心，我也会让你扶正的，别多想了。”一听这话，程霞都要气炸了，他俯首跪地，泪流满面地说：“我说的话句句出于公心，而陛下您却私心作祟。中山王石虎虽然是太后拉扯大的，但是毕竟不是你们一家的亲骨肉，虽然有功劳，但朝廷的封赏也够了。当年曹魏朝堂诡秘心窍，用司马懿这样的人，最终江山倾覆。我不明白，中山王这样一个跟司马懿一样野心极度膨胀的人，陛下为什么一定要留着？常言道，忠言逆耳，实话难听。但对于石勒来说，程霞一番难听的话，他也听得进去。对石虎的担忧，他也明白，迟迟下不定决心的原因在别处，比如说那个虚无缥缈的天命。程霞从石勒处退下来之后，徐光紧接着跟上，也准备劝皇帝杀了石虎。不过程霞的方法更柔软一些，他一上来没有直接嚷嚷着要杀人，而是贴心的做皇帝的知心人。他问石勒说：“陛下扩清八州，海内称帝，但为什么神色不悦呢？”石勒可能对徐光更信任，便毫无保留地说：“吴、蜀还没有平定，天下还没统一，司马氏还在江南蹦跶，我怕有生之年不能一匡天下。后世的人不会把我当作承受天命的君王来看待，一想到这个，我就忧心忡忡。”至此，我们终于知道石勒为什么屡屡不愿意动石虎了。他心里的逻辑是这样的：按照天命所归，后赵这个国家要么接受东晋的禅让，像曹魏接受大汉禅让一样，要么彻底消灭晋朝，建立一个新世界，就像大汉消灭暴秦一样。只有这样，后赵才能获得人们的认可，才有天命。眼前看，让东晋禅让是不可能了，后赵只有走灭国一统天下的道路。想一统天下，就难免要对东吴和成汉打大规模战争，而大军团作战就必须要有超一流的军事将领，这个人只能是石虎。所以啊，朋友们，有时候我们不能光看古人那些仿佛失了智的操作，还是要尽可能的还原到当时当地，毕竟此一时彼一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啊。好了，话说回来，徐光还是懂语言的艺术的，他给石勒说：“我原本以为您担心的是什么心腹大患，
现在看来原来是细枝末节呀。当年曹魏成绩大汉，刘备割据巴蜀，孙权占据江东，都没有影响曹魏是正统这件事儿。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洛阳、长安二都，又是中原帝王，天命不在我们这里，在哪儿呢？徐光给石勒宽完心，见时机成熟，还是重点说了一下对石虎的意见。他说，中山王有威略，天下人都说他的英武仅次于陛下，而且他的性格残暴多奸，父子又占据权位，势力可倾覆王室。而且最重要的是，近来石虎在东宫侍奉宴饮，常有轻视皇太子的神色。我恐怕陛下辞世之后，天下无人能再控制得住他了。石勒听完心里惊了一下。相比于程霞对石虎的批判，徐光传递出的石虎轻视太子的消息，令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正是在此时，石勒终于决定要对石虎做些什么。沉默良久之后，石勒开始命令太子石弘独自审查决断奏书，又让中常侍严震辅佐太子，只有征伐行断方面的大事才呈报石勒。由此一来，太子和严震的权力甚至一度超过君主和丞相，而所谓的中山王石虎，眼下也只能门庭冷清，门口罗雀了。本来石勒意识到石虎的危险之后，已经将石虎边缘化，并开始着手让太子历练，准备搭建太子自己的班底，这是好事儿。此时是332年的秋天，除了在荆州地区，石勒的老东家郭靖与东晋陶侃的儿子陶彬还在为襄阳、樊城打生打死之外，整个后赵帝国歌舞升平，天下相安无事。整体上看，石勒的心情还是很不错的，他甚至开启了全国巡游，并把最后一站放到了石虎的府邸。332年冬天，石勒莅临石虎在邺城的官邸。近半年以来，在太子监国的大背景下，石虎仿佛是被边缘的老干部一样，过着无人问津的日子。石勒自以为自己的安排万无一失，此时再见石虎，他只是委婉地表达了石虎已经不再是第一梯队的事实，建议他调整好心态，过好退休生活。石勒给石虎说，国家财力有限，工程所需的劳力不能同时并用，等到皇宫建成之后，再给你修建宅邸吧。你可别因为眼前住的房子不够大而心中不快啊。石虎听完则恭恭敬敬地磕头行礼。石勒一看石虎姿态如此之低，怎么可能出问题呢？于是跟石虎客套了一下，说，我跟中山王共享天下，别这么客气。只是石勒也没想到，跟中山王共享天下这句话竟然一语成谶，成为了石虎未来的现实。按照史书的逻辑，石勒从石虎处回到皇宫之后，后赵的大地上发生了一次特殊的天象，一颗大如大象的流星自北极向西南坠入黄河，光耀大地，声闻900里。不知道史官把流星坠落仅仅安排在石勒石虎会面后是什么意思？按照我浅薄的才学推测，史官大致是想说人死而星落。毕竟当年诸葛亮去世前夕，祖逖病逝前夕，都有流星落地。很快石勒就病倒了，而且病得越来越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他甚至在333年的新年，特地派人给我晋送礼，遣使求和，意图签订友好合约，结束战争状态。很明显，石勒对自己的病情很不乐观，对于太子石弘对抗乃至征讨东晋这件事儿，他也非常不乐观，主导的就是一个不相信后人的智慧。我晋朝臣虽然酷爱内斗，醉心夺权，毫无北伐之志，但是跟石勒谈和也是不可能的。想当初攻陷旧都洛阳的是不是你石勒？直接间接杀害兖州刺史苟熙、幽州刺史王浚、青州刺史邵绪、豫州刺史祖逖的是不是你石勒？更别提在苦县宁平城屠杀司马越集团，我们东晋朝廷还活着的这些人，当年几乎都是司马越阵营的，此仇不共戴天。截胡什么也不要说了，洗干净脖子受死吧。东晋朝廷在外交上向来还是硬气的，他们一把火烧了石勒的礼物，发誓要对抗到底。话说回来，从333年正月开始，石勒重病无法下床，一直到这一年的6月，石虎都不见于任何记载，仿佛消失在了后赵朝堂，安心过着退休生活去了。但是我们知道，眼前的平静只不过是恶虎扑食前的伪装，暴风雨即将来临。333年6月，石勒病重，一代枭雄传奇奴隶即将走完自己的一生。在重病前，为了保证权力的顺利交接，稳妥起见，石勒开始安排顾命大臣在自己身边值班，以便随时应对不测。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出现了，石勒竟然让石虎
和太子石弘、中常侍严震一起到病榻前侍奉。要知道，石勒前脚刚刚把石虎边缘化，而且专门派严震帮着太子盯紧石虎，怎么可能会把立场敌对的三人放在一起呢？但是无论我们感到多么奇怪，石虎确实已经进入中央，成为少数几个能接近病重的皇帝的人了。很快，石虎就动了起来，他矫诏将太子石弘和中常侍严震都轰出宫门之外，并且严令任何宗室成员和文武百官进入皇宫。石勒的病情好坏，除了石虎，没有人能知道。紧接着，控制完中央，石虎又开始对镇守四方的都督们下手。他又矫诏将大单于石弘、彭城王石堪征召回相国。然而此时，更加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石勒有一次从昏迷之中醒来，看到三儿子大单于石弘，石勒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怒喝石弘说：“我让你镇守藩镇，就是为了防备今天这种情况，你怎么突然回来了？我问你，是有人召你回来的，还是你自己想回来的？要是有人召你回来，你现在就可以奉王命杀了此人。”石勒发完火，还没等石弘回话，石虎就抢先回答说：“秦王听说陛下生病，日夜担心您的病情，这才临时回来一下，我现在就让他回去。”注意，此时石弘并没有说话，而石虎回答的时候，史书上形容他大惧。很明显，石弘、石堪并不是思念父亲所以才回来的，而是被石虎招回来的。石弘的具体驻扎地还没查到，而石堪前几天还在淮南地区作战，应对一次来自东晋方面的主动进攻。如此匆忙地将两位手握军权的都督叫回来，我们有理由相信，石虎的意图就是剪除石勒曾经布置下的所有保障。在随后的几天里，石勒每次清醒过来，调问石虎、石弘、石堪回到藩镇了吗？而每一次石虎都回答说已经回去了，现在正在路上，估计已经到了。而实际上两人已经被软禁了。再伟大的豪杰也逃不过生老病死的结局。石勒人生辉煌60年，一生激荡的终点，却连些许的尊严和体面都保不住。天象似乎也有应验着这位风云人物的命运，又有一颗流星坠落于邺城东北，声如雷霆，气如热火。紧接着广阿地区又发生蝗灾，而石虎此时已经打着处理蝗灾的名义，命令儿子10岁率领3千铁骑来回巡游严阵以待。333年7月，处于弥留之际的石勒留下了最终的遗诏。作为一个皇帝，他没有忘记自己是社稷之主的使命，嘱托朝廷：我去世之后，仪式一切从简，不要搞大排场，死后3天就下葬。民间老百姓的婚娶、祭祀、饮酒、吃肉都不要禁止，各地守将和官员也不要来奔丧。自己的下葬的规格也不用铺张浪费，穿平常穿的衣服，用平常坐的车驾就行了。然而，作为一个小胡族的豪帅和家长，他又不得不絮絮叨叨起来。他告诫太子石弘说：“大爷，你跟几个兄弟要和睦相处，司马家兄弟互相残杀，导致八王之乱，就是前车之鉴，不跟他们学。”又跟石虎说：“中山王，你要三思周勃扶持汉文帝，霍光辅佐汉昭帝、汉宣帝之事，像他们一样用心辅佐少主，再造社稷，不要干出给后世留下画饼的事情来。”7月21日，石勒病逝，走完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时年60岁。关于石勒总结的话，我们还来不及说，因为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看石勒去世前隐藏在史书背后的那些秘密。首先，石勒病重之后回到了襄国养病，旋即发布了征召石虎、太子石弘和严震前来侍奉的命令。而此时的石虎人在邺城。当石虎从邺城往襄国赶的时候，太子石弘、中常侍严震、中书令秘书监徐光、小舅子右仆射程霞，这些帝国重臣统统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石虎前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石勒刚刚病倒，还没确定侍奉名单之前，石虎就已经通过某种手段，将包含太子和中书官员在内的这些人全部控制住了。其次，当秦王大单于石弘、彭城王石堪被召回襄国的时候，石勒震怒，要求石弘杀了征召自己进京的人。此时石虎的反应是惧，然而石弘、石堪却没有按照石勒的要求诛杀逆贼，而是在石虎惧完了之后，反过来把他俩给拘禁了。因此，我们又有理由相信，秦王大单于石弘、彭城王石堪到达襄国的时候，襄国已经彻底被石虎拿下，而此二人的兵权也相应的被解除了。最后便是石勒的临终之言。对于石虎，石勒还在委婉地提醒他、警告他，不要做出让后人唾弃的事来。
可见，在石勒临终之前，他已经看到了石虎在磨刀霍霍，也猜出了自己重病以来石虎在皇宫内的所作所为。只是万念俱灰之下，他试图通过君臣大义给石虎上一道枷锁。当然，我们知道，英明了一辈子的石勒，此时真的只是一厢情愿。当我们观察后赵政权的时候，总会感觉非常割裂。他的第一代领导者石勒以最低的身份成就最高的伟业，期间所展示出的谋略、手段、性格、魄力，确实令人津津乐道，为人称道。但他的第二代领导者石虎，又分明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黑暗、最血腥、最泯灭人性的统治者。对石虎唾1万口唾沫，踏上1万只脚都不为过。今天我们终于知道了，是石勒一定要石虎作为接班人吗？是后赵朝廷的集体意志选择了石虎吗？是历史的浪潮将石虎这个人推到台前吗？很明显都不是。石虎就是一个杀千刀的乱臣贼子，悄然发动了一场志在夺权的政变，这才让历史的走向戛然而止。然而，尽管我很想将石勒、石虎分割开来去看待，但还是有些事情不得不让我去小小的得罪一下石勒。最后，我们再来一个阴暗小故事。333年夏天，石勒死了，后赵给他上的谥号是明皇帝，庙号是高祖。尽管石虎的上位并不是他的本意，但是石勒其实早就意识到了石虎性格凶悍、残忍嗜杀，但却一直一厢情愿地容忍石虎。比如说，早在7年前，326年的时候，石虎就已经露出来不臣之心的苗头了。这一年，程霞还只是幼长史，但他的妹妹嫁给了石勒，又是世子石弘的舅舅，又受命总执朝政。赵国上下归附的汉人官员对他无不敬佩畏惧。程霞事实上已经是这个国家的宰相了，可以说既是皇亲国戚，又是帝国重臣。石勒要称帝，要建国，要有一处新的皇宫，最终他把这个地点放在了邺城。同时，为了让儿子早点承担大任，他又将世子石弘任命为镇守邺城的都督，又把相国里的皇亲国戚和从龙元勋都迁往邺城，接受世子的领导。以上建王宫、迁都、安排世子镇守、将大臣迁居，这些种种事务的谋划和文件政策的出台，都是程霞帮着石勒秘密进行的。按理说，人家程霞真的是尽职尽责、有情有义了，但是这事儿却惹到了石虎。石虎一向自认为功勋远超他人，不应该出现在迁居之列。没想到最后，程霞真的一纸调令，让他拖家带口去邺城报道。石虎心中那个恨呢？而且石虎这个人胆大包天，当天夜里便带了几十个壮汉，强行闯入程霞府邸，逮住程霞就是一顿毒打。这还没完，这伙人还当着程霞的面将程家上上下下全部女性，包括程霞的妻子、女儿全部奸污。临走前，石虎还把府上的金银宝物掠夺一空，然后扬长而去。古往今来，受如此奇耻大辱、最窝囊的宰相，也就程霞了。然而，堂堂中书官员遭遇非人对待，车骑将军石虎如此胆大妄为、目无法纪，赵王石勒是怎么处理的呢？他仅仅是把石虎从车骑将军的位置上调走，调到野战部队带兵，准备去打刘耀，再把原来石虎手下所统领的禁军分配给自己儿子石弘，然后就把这件事儿轻轻地接过了。说到底，无非是因为石勒是羯人，是以一个小族凌驾一个大国，需要高高压制汉人集团。他既没有勇气去清洗本族又是功臣的石虎一党，又对汉人参谋集团抱有入骨3分的不信任，左支右绌之下，最终石虎的问题就这样一直留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并造成了滔天恶果。从这个角度看，石勒临终之前费心费力用曹操、司马懿、周勃、霍光等人的事迹提醒甚至敲打石虎，反倒有些让人觉得有些笨拙，感到又可怜又可笑。古人早就有言，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害人，龟甲玉器好好的放在匣子里，却被人给毁了，这是谁的过错呢？这个问题古人同样也给出了答案，在这里送给石勒老先生做定论吧。坏人作恶当然该杀，但你作为主管者也不能推脱免责，你等于你也有责任吧。